众所周知，中澳两国地处南北两个半球，单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在政治或军事安全方面上，双方不存在任何能互相敌对的理由。而且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澳大利亚也分得了不少红利。但是在美国的鼓动下，土澳并没有珍惜这一切，反而走向了一条反华的不归路。正因为澳大利亚对华采取的种种不友好措施，让中国也开始对其进行反制。从禁止澳大利亚煤炭对华出口开始，中国已经对澳打出了多重组合拳。现在，中方对澳制裁又再添一记重拳，这一次遭殃的是澳大利亚天然气领域。据美媒彭博社近日报道称，目前至少已经有2家中企被告知要求暂停从澳大利亚进口液化天然气。而且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商伍德赛德石油公司还向媒体透露，原本计划以大约8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向中企出售旗下部分天然气股权与业务，但是现在中企却突然宣布搁置该收购计划。对此，澳媒表示非常沮丧和失望，他们认为中澳关系的恶化已经蔓延到了天然气领域，同时也让澳企错失了800亿的项目合作。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降低对澳进口天然气的数量，并同时增加了对俄罗斯、马来西亚的天然气进口量。值得一提的是，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输气量已经达到了每日2880万立方米，这完全满足了我国北方地区的家庭和工业需求。因此，有澳大利亚相关人士表示担心，在中国宣布暂停经济对话的制裁下，澳大利亚每年2500亿元的收入的天然气生意也许就要落空了。不过，也有一部分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的制裁对澳洲的经济影响有限，因为通过抬高铁矿石等澳方优势商品的价格，能让澳大利亚回不少血。针对这个问题，我国显然已经开始重视，并在近2个月内3度出手控价，遏制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同时还加强了与巴西、非洲等国家的铁矿石项目合作，来逐渐摆脱对澳洲的依赖。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许多依赖中国的行业都已经敲响了警钟，而且当初要挟中国筹码的铁矿石也在慢慢的减少对华出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澳媒口中所说的经济水龙头被中国彻底拆除都会成为现实。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近日美军第18空降军司令官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主要针对此前驻扎在波兰的美军101空中突击师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为美军在东欧遏制俄罗斯的第一线，美军对该部队给予厚望，但根据调查报告，驻波兰美军在当地的行为简直可以用离谱来形容。在去年9月的时候，该师第1营组织士兵前往波兰当地旅游景点放松一下，结果在旅行的第1天晚上，很多士兵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组团前往海边城市格但斯克的一个风俗场所。而根据调查报告，在当天，该营的主任参谋官居然还失联了一段时间。而美军调查后认为，这名美军高级军官可能被人下药，其信用卡也被人盗走了数千美元。根据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目前该营的营长已经被勒令退休，而当天失联的主任参谋官也将面临被革职。此外，多名士兵也将面临惩罚。美媒表示，101空中突击师在完成为期9个月的欧洲轮调之后，于4月返回坎贝尔堡军事基地。但种种迹象表明，101空中突击师在欧洲部署期间士气十分低落。值得注意的是，隶属美第18空降兵的101空中突击师是一支王牌军，这支部队参加过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可谓作战经验丰富，而且该师以一个正在嚎叫的鹰头形象作为臂章，因此101空中突击师也被称之为鹰师、尖叫鹰、呼啸之鹰。如今美军鹰师竟爆出这样的丑闻，让人不得不对驻外美军的素质产生怀疑。而且这样的事情可不是个例，驻外美军可谓是丑闻频发。美媒表示，根据对欧洲部署的美军调查表示，在接受调查的美军士兵中有自杀念头的占了44%，而其中有25%与军队中的欺凌现象有关。而驻外美军闹出丑闻也不是其在欧洲特有的现象，此前就有曝光驻中东美军在这些地区滥杀平民，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骂。但是要说真正的丑闻高发区，还是得驻日韩的美军基地。可以说，当地美军什么鸡鸣狗盗之事没干过，这也是让当地人苦不堪言。然而，驻外美军有军事豁免权，当地政府往往还拿他们没有办法。
在很早之前，波兰政府就一直怂恿美国在波兰驻扎更多的军队，为此，波兰还花巨资为美军修建军事基地。而波兰要求美国多驻军，也遭来自俄罗斯与德国的猛烈抨击。但头铁的波兰人一度与这两国撕破脸皮。去年11月，波兰政府如愿与美国签署新协议，确定将美军驻波兰的总人数上涨到5500人，这也是在为自己埋坑。日前，阿根廷求购中国枭龙战机的消息被披露出来。目前这则消息已经被官方确认，阿根廷防务网站也明确表示，中航科技进出口有限公司的高级代表团目前正在阿根廷国内商讨合作事宜，并且为阿根廷提供建议。所以这一下英国就傻眼了，阿根廷难道要雄起了？这对英国来说简直是噩耗。作为被英国欺压多年的国家，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仇恨那真是说来话长。因为英国对公开限制阿根廷进口各种军事装备，以至于阿根廷在当年和英国的英阿马岛战争中损失的战机无法得到补充，于是到现在阿根廷空军实力已然是惨不忍睹。这和美国伊朗之间的问题还不一样，伊朗实力比阿根廷更强一些，在武器研制方面能够自给自足，但是阿根廷不行，所以这次能够求购到枭龙战机，对阿根廷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毕竟对于阿根廷来说，光是采购12架枭龙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不仅是缺乏资金，还有落寞多年的空军没有足够支撑更强大战机的实力。不过既然枭龙到手了，那么阿根廷自然可以慢慢捡起曾经的空军实力了。到时候虽然不可能让阿根廷在和英国对抗之间翻身做主，但是起码能够给阿根廷更多一点的空间，一点一点恢复甚至提高实力。对此，英国自然是十分不满的，于是直接刀口转向中国。较先因为最近这段时间，英国政府和英国媒体对中国攻击，以至于中国向阿根廷出口战机，来对英国实施报复。为此，英国强烈抗议中国的报复行为，还真是把美国的双标学得淋漓尽致。说句不好听的话，英国知道报复是什么吗？真正的报复还能够这么不痛不痒？而且既然是报复，那说明英国做了对不起中国的事，才会遭到报复。那既然做错了事，中国报复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说实话，此前英国在G7外长会议上和其他6个国家的外长一起商讨对付中国的时候，甚至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时候，怎么不记得会遭遇中国的报复？如今难道还想叫中国不出口给阿根廷？也不知道哪来的脸。而如果光是出口一个枭龙就是报复了，那应该也太小看中国了吧？枭龙战机或许是不错，但是中国也有更强大的战机，而且枭龙目前已经是在巴基斯坦国内生产并且销售了，所以中国并不会过多插手。但是如果英国继续不听劝告，说不定下次中国出口的就是歼10C之类的更强大的战机了，到时候英国就等着接受中国的又是一记重击吧。